OPPO 居然无预警的带来2款折叠新品啦！左手这只想必大家已经看过了，就是前阵子推出的 Find N3 Flip 上下折叠的小折，而在我右手这只，想不到吧？它就是热腾腾刚刚发表的 OPPO Find N3，也就是左右折叠的大折。这次 OPPO 居然也把它带到国际市场啦，真的是终于啊！先不论表现如何 ，OPPO 这次愿意引进大折，就先给一个 respect 了。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注意看，这次 Find N3 整个定位大改，后面萤幕改成20:9的萤幕比例，长高了一大圈，直接跟上主流。既然要折，那就要做一款真正的大折。但除此之外，这次 Find N3 我觉得主要的看点有3个。第一，堆料堆满 A2 加 16GB 的 RAM， 旗舰3镜头以及4805毫安时的大电池，67瓦快充全部堆满。第二，皮革版只有239克，也就是如我所说，真的比 iPhone 14 Pro Max 的240克更轻啦。第三，折叠的系统体验全面对标折叠霸主，更多变的分割画面，同款的 Text Bar 设计，甚至各种 App 界面重新设计，全厅应用都对标三星 Fold 系列的亮点，在硬体和软体上都有好戏可看。所以我就废话不多说，究竟 OPPO 首款在台湾跟大家见面的大折叠 Find N3 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Find N3 系列就是2只，上下折叠的小折叫做 Find N3 Flip， 左右折叠的大折直接叫做 Find N3。这期节目的重点绝对是我手上这一只首次在国际市场露面的 OPPO 大折叠 Find N3啊。而 N3 Flip 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耳闻，有看过了。我们一样会详测数据，但主角还是 N3 为主，加上这次可以体验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所以只能重点来测。但是别担心，数据实测一个都没有少，同样帮大家测好测满。节目开始之前，也请订阅邦尼支持我们持续创作，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还是先来看外观设计，我就不废话，只讲重点。先看大折 Find N3， 这次总共有2个版本可以选，一个是我手上的金色版，采用玻璃背盖，另外一款则是采用人工皮革的黑色版。两者最大的差异是重量，金色版245克，黑色款更轻，只有239克，直接跟 iPhone 14 Pro Max 的240克来到交叉路口。要不是今年换了钛金属，要不然折叠阵营终于可以大声喊出我比 Pro Max 还轻了。上手 Find N3 的第一眼，你就会发现 N3 采用了大量的异材质拼接，以及光面雾面的变换，勾勒出整体的机身轮廓。像是背盖采用玻璃材质做了雾面处理，但连接的中框却是一体成型的雾面金属进行勾边，背盖也会随着光线产生光影变换。再来镜头区域 ，OPPO 直接将玻璃背盖一体成型的连接到硕大的镜头模组。这个工一看就不便宜啊！你仔细从侧面看的话 ，Find N3 其实切了4层，最底部的是一体成型的雾面玻璃，中间雾面阳极氧化，接着亮面，最上层还做了一整圈的钻石切边，而且细节到连旁边这个小小的闪光灯也上了一整圈的钻切。先不说好不好看，背面这个工是真的细，在摄影棚里精致感很够。但我觉得稍微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们侧过来，这个雾面中框相比之下就稍显平庸了。我觉得如果做成亮面，那整个设计的一体性应该会更好，而且天线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整体应该会更精致。细节还不止这些哦，镜头模组加入了同心圆的反射处理，搭配上简练的哈苏 H logo， 整个看上来 Find N3 的细节是非常够的。不过这个镜头模组真的有点太大了啊，所以你在握持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会碰到镜头，如果不想碰到，那就势必就要改一下握姿了。还有一个小地方 ，Find N3 连正面都采用了一整圈的金属中框勾边，虽然说有助于提升结构强度，但以我这个细节控来说，这凸出来的一小角金边还是有点抢戏，那就建议选低调的黑色版。而在手感上呢，虽然 Find N3 以大折来说真的非常轻，但在手感上，因为是比较宽的机身，再加上 OPPO 把边框四周都切得非常平直，你看连转轴都不放过，做得超平啊，直接可以立起来，也有助于减少体积，控制重量。但平直的设计无可避免的就是会比较硌手，甚至连官方壳也做得超级平直，细节满分，但边缘顶手的状况也是继承下来。说完手感，来聊一下机身配置。Find N3 2只的按键全部启动在右侧，电源键也整合了指纹辨识，速度很快。比较特别的是，这次2只居然都用上了 OnePlus 经典的3段式静音开关，手感非常好，很扎实，所以不会不小心推到。往上推就是静音，中间是震动，往下推就是响铃。之前在用衣架的时候，有事没事就会这样推，超级疗愈。不过 Find N3 系列依旧没有水下防水设计，期待未来加上，使用上也会更加安心。盒装当然是给好给满的大全配，
两只在出厂的时候，内外萤幕都已经贴好了保护贴，也都有随附保护壳，快充组也一并附上，打开来就能直接用。再来，两款也都支援实体双 SIM 卡，不过全机都没有 microSD 以及 3.5 的接孔。震动上，两款都搭载线性马达，清脆利落，预设的震动强度适中，手感 OK。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第一个大重点，也就是折叠萤幕的实际体验。这次 Find N3 外幕采用了一块 6.3 英寸20:9萤幕比例的 Full HD Plus 120Hz OLED 萤幕，支援10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而展开来的内萤幕真的很大，达到了 7.82 寸，大约 6.5 的萤幕比例，也就是接近正方形的 120Hz OLED 折叠萤幕。这块萤幕就可以做到1到120Hz 的智慧更新率调节，进一步达成省电。重点，这两块萤幕也都支援了144Hz 的高频 PWM 调光。我们透过仪器实际测量，的确可以达到1440Hz 左右的 PWM。先简单说个感想好了，我第一次上手 Find N3 的时候，跟我们过往比较熟悉的 Fold 5相比，N3 这块萤幕是真的很宽，所以你无法像 Fold 5这样整个抓着。但是在看影片的时候，直着拿的画面就已经非常大了。那到底有多大？直接对比 iPhone 15 Pro Max， 算是很大的一般手机了吧？你看，直着拿的时候，15 Pro Max 瞬间变成小可爱，差异明显可见。而 N3 这边，下面跟一般手机一样，你可以继续滑留言，找其他影片来看。而就算横过来看比较通俗的16:9影片，iPhone 15 Pro Max 也还是比 Find N3 小了一圈。一直要到18:9，两台的面积才会比较相近。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场景。为什么很多用过折叠的朋友很难再跳回一般手机？因为萤幕更大，体验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个东西居然还可以收进口袋里啊！好，扯远了，照惯例来测一下萤幕的数据表现。首先测外萤幕的亮度，经过我们实测，外萤幕在强光全白亮度下可以轻松突破1200尼特，在强光10%左右的显示面积下，更有着突破1400尼特的表现。接着测内幕，强光下的全白萤幕亮度突破1000尼特。10%显示面积下，则可以达到1100尼特的峰值表现。如果用顶级旗舰的角度来看，全白亮度都有到顶，表现达标。但在10%的峰值上，目前是1000尼特出头，稍微还有提升空间。接着来看色域色准，我们同样拿出这套总价值1万美金的仪器和软体出来测量。先看 Find N3 的外萤幕，总共有自然、专业、鲜明3种显示模式。其中自然和鲜明两个模式都倾向讨好眼球，达到7700K 左右，并且鲜明模式可以达到99%的 DCI-P3 色域。但既然是讨好取向，那色准自然就不强。而专业只是落在6400K， 对应的是99%的 sRGB。不过外萤幕3个模式的 Delta-E 都略微偏大，没有达到小U的顶级表现。专业模式是最小的 Delta-E 达到4。而如果看到内萤幕，同样的3个显示模式，专业模式的 Delta-E 终于符合期待，达到小于1的顶级色准。不过 N3 并没有对应 P3 加追求色准的剧院模式，这点在 N3 Flip 才有，稍微可惜啊。所以我们就接着来看 Find N3 Flip 的萤幕表现。N3 Flip 外萤幕是一块 3.26 寸的 60Hz AMOLED。好消息是，这次 N3 Flip 的萤幕在国际版本系统中终于可以开启第三方 App 了。目前官方公布支援的 App 有这些，所以有开放，但没有完全开放。话说，这个外萤幕虽然不小，但明显有被右边这个面积可观的镜头模组限制发挥啊。现在外萤幕的竞争激烈，内部空间又寸土寸金 ，OPPO 如果想做满版，势必要有所取舍。对了，这次封面一样有互动萌宠，有时候工作到一半摸一摸，心情也好。而内萤幕则是采用一块 Full HD Plus 支援1到120Hz 动态更新率的 AMOLED 折叠萤幕。经过我们实测，外萤幕在强光全白亮度测试中来到900尼特。内萤幕强光全白就是可以达到900尼特，大约10%面积下就有着接近1000尼特的峰值表现，有到主流旗舰水准。色域色准部分 ，N3 Flip 总共有生动、自然、剧院、鲜艳4种显示模式，其中生动和鲜艳两个模式都倾向讨好眼球，达到7500K 左右，而自然和剧院就是朝向色准发挥，分别对应 sRGB 和 P3。不过这个 Delta-E 就只有达到小于3的表现，没有达到小于2给过的等级。外萤幕其实我们也有测，但这就不太重要，放出来让大家参考就好。萤幕最后一点，我想特别讲 ，OPPO 这一次的折痕真的非常浅，两只都是。对比 Fold 5这个折痕差异，我不用多说了吧。并且 OPPO 是有用抗反射保护贴的，所以折痕在光线下又更不明显。
这次的表现，我觉得无论你买不买，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我绝对推荐你进去把玩个2下，自己好好的感受。但说真的，你自己在用的时候，折痕本来就不太明显，所以这样的表现真的可以达到接近无感了。而在悬停上，这代 N3 Flip 比上一代 N2 Flip 稳很多，最大可以来到这个角度。虽然依旧比3星松，但至少已经来到放在桌上自拍很够的角度了。而 N3 这个悬停就真的很松了，最大大概可以到这个角度，只有放在桌上的时候才可以立着。如果你要拿起来看，或是稍微点一下画面，它就会直接弹开。所以像是 YouTube 有做悬停功能，但因为不够紧，打开一点就会弹开，不是这么稳啦，也没办法像 Fold 5一样折着拿在手上看，一定会弹开。而在外放上有个小亮点 ，Find N3 居然用上了3喇叭，分别露在左边2个，而右上角1个。目前体验下来，音量还算平衡，不会抢戏。不过好玩的是，左下角 OPPO 也开了一个完全一样的开孔，但这里就是没有喇叭啦。N3 Flip 则维持双喇叭，片尾也会提供实测让大家参考。接着来看效能实测，手上的 Find N3 搭载的是台积电4奈米制程，被誉为 Android 救世主的高通 Snapdragon 8 Gen 2，搭配16GB 的 RAM 以及512的储存空间。而 Find N3 Flip 则延续采用了联发科的 SoC 天玑9200，同样是台积电4奈米打造，搭配12GB 的 RAM 以及256GB 的储存空间。跑分直接上表格。这2款处理器的理论效能大家应该都很熟，我们也分析很多次了，不想浪费大家时间，就不展开来详解。用一句话来说，2台的理论效能都很不错，所以重点还是实战表现。这次所有的测试也都尽可能困在26度上下。首先是 PUBG， 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有玩下 ，Find N3 和 N3 Flip 都轻松无压力，平均帧数维持一贯的跑满水准。N3 无论是用内外萤幕游玩，都可以达到跑满的 59.8帧，温度也很 OK。N3 Flip 会稍微热一点，最高39度左右，但也还过得去。而 N3 就真的冷静了，盖起来用外萤幕玩大约37度，展开居然只有30度上下，冷静到不行。接着我们测负载最重的原神须弥 ，Find N3 在原神当中就真的有点保守了，内萤幕平均只有42帧，正反两面温度也不算高，控制在40度左右。不过你可以看到 OPPO 是有意的在控制帧数的上限，所以它是平稳的慢慢降，然后维持在40左右。这样的调教相当大起大落，体感是会比较舒服的。但这个表现的确非常保守。而如果盖起来玩，结果还高了一点，平均47.4帧，主要是解析度和画质带来的差异。温度也是在40度上下。而 N3 Flip 就更保守了，平均只有36.9帧，最高温41度。并且高效能和电竞模式我们都测过了，结果差不多。这个表现是真的有点保守啊。如果看到 GPU loading 在更重的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人压力测试就更明显。N3 的稳定度还有 67%， 而 N3 Flip 就只剩下 30% 的稳定度，这个下手有点重，但的确也带来相当凉快的温度表现就是了。而在续航力部分，2台分别搭载4300以及4805毫安时的电池。以折叠来说，都是大电量了。实测 N3 Flip 拿下11小时20分，这个表现很不错啊。对比上一代60Hz 只有10小时32分 ，N3 Flip 这次120Hz 表现还更好，可以直接选120Hz 使用，达到1天1充的表现，也比 Flip 5更长。并且大家都还记得吧 ，OPPO 的120Hz 也是锁60缩比较多的，120Hz 要达到1天1充完全可能。而 N3 这边内幕9小时17分。虽然电池更大，但也因为面积更大，整体续航略短于 Fold 5，并且 N3 这边在测试过程是不断从120Hz 锁回60Hz 的 ，Fold 5这边则是全程120Hz 跑满，所以 N3 的限时续航相对会再打个9折左右。而外萤幕则是可以达到13小时7分，但同样是有锁60Hz 的状况出现，而且是真的锁死，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锁。整体来说，内外萤幕交替使用下，还是可以达到1天1充的表现。尤其 N3 的外萤幕不小，直接外萤幕的机会也更多。充电速度上 ，N3 居然67瓦有线快充，15分充满36%，30分71%，完整充满42分56秒。而 N3 Flip 则是44瓦快充，15分充32%，30分57%，完整充满58分钟。不过可惜的是，应该是为了重量和厚度控制的关系，2只都不支援无线充电。生物安全辨识上，2者都采用实体指纹辨识，辨识率和速度都不错，脸部辨识也很快。系统效能的最后一段，我想花一些时间聊聊 Find N3 的折叠体验。
这次 OPPO 可以说是在折叠体验上下了不少功夫啊，但硬要说的话，就是完全对标三星在做体验。我整理了3个大小重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眼尖的观众应该从刚刚就有发现，下面居然有一小排精美的 icon。没错，这次 OPPO 也加入了底部工具列的设计，并且同样叫做 Taskbar。那这个功能逻辑跟三星几乎相同啊，就是在开启 App 的时候，底部就有一整排工具列，让你可以在 App 间快速切换。往上拉，第2个 App 立马分割视窗。你看，连这个开启速度也完全对标了。OPPO 也可以长按底部收起来隐藏。第二 ，OPPO 这次也强化分割视窗的功能，你可以从底部往上开第2 App， 或是从侧拉选单拉 App 出来，或是直接开启 App 选单开 App。最酷的是，你可以摩西分海，2只手指头从顶部往下拉，就可以直接开启第2个 App。但这个就帅大于实用啦，直接定选用拉的还是比较快。不过 OPPO 的分割是无法像三星一样随意调整大小，只有对半切或是拉大2种选择。但好在有新玩法，你把右边拉大的时候，就可以点一下露出来的这里，它就会切换到左边这个 App 了。再点右边，理所当然就切回去了。最酷的地方来了，你在开第3个 App 的时候，它就会跳出这个小区块 ，OPPO 叫做多分屏，在这里放开，你看。第3个 App 就开起来了，你就可以在3个 App 中切换，但依旧无法调整视窗大小，并且要注意哦，它最多就是开到3个，如果你再拉第4个出来，它就会直接盖过去，而且没有提示，但可以往下拉取消。感觉 OPPO 可以再给一个明显的提示会更好。如果想开游戏呢，可以吗？可以，这个横向显示的 App 就会直接在下方开启，但是你要上面先开2个，它才会在下面开第3个。如果只有1个，那还是会在旁边打开。感觉 OPPO 可以有预设游戏开下面的选项，所以换句话说，虽然 OPPO 无法自由的拉伸 App 的大小，但换了一个方式，让萤幕可以更充分的空间利用。第三 ，OPPO 也有做各种针对大萤幕的界面最佳化，像是设定选单分2边，酱布分2边，键盘分2边，并且 Facebook、IG 也可以用上针对折叠手机最佳化的版本，像是 YouTube 相机的悬停模式也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到 ，OPPO 的确是有针对折叠的体验花了心力，并且在市场既有的基础上取优，再创造自己的玩法。不过既然 OPPO 有心想做，加上我们也是折叠的长期用户嘛，心得很多。这边也提出几个建议，让官方可以参考。首先，第一个，目前并不是所有 App 都可以分割，所以当遇到不行的时候，系统就会跳出提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境，就是目前最多只能开3个分割视窗，这点就有最佳化空间。因为当你开第4个的时候，系统是不会提示的，往往都是在放开的时候，结果整个分割被盖过去，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多少会有些错愕。第二，目前 Chrome 是无法多开的，像是 Fold 5这边 Chrome 是可以我开、再开、再开、再开多开的，而 OPPO 这边就是仅限一开。浏览器多开，我觉得对文书作业来说非常重要。第三，目前多屏玩下来的确有新意，也好用，但还是期待可以加上手动调整视窗尺寸，会更加通用啦。第四，这个要夸奖 OPPO 接续功能，像是我原本坐着看 IG 看到一半，突然要去厕所，这时候我一定会合起来用外萤幕继续看，所以好用的地方来了，你只要在关起来的同时，在外萤幕上滑 ，IG 就直接飞到外萤幕来了，所有 App 都一样，可以直接上滑开启，真的好用。最后，也期待 OPPO 的加入，可以再扩充更多为折叠手机提供的 App 生态，一起让折叠越来越好用吧。最后来看相机，因为这次测试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所以大文规格就先来分享几组样张让大家参考，之后有机会再详细展开聊。Find N3 的镜组其实非常豪华，主镜头采用 f1.8 4800万画素的1.43英寸感光元件，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并且这颗感光元件大有来头，型号是 LYT T808， 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索尼双层架构感光元件，在小体积下就可以做到高感光，非常适合折叠这种空间寸土寸金的机种使用。搭配上 f2.2 4800万画素1/2寸的超广角，以及 f2.6 6400万1/2寸的3倍潜望长焦，主镜是顶级的 Sony Sensor， 超广角也是 Sony， 潜望则是 OV。而 N3 Flip 这边则是5000万1.6寸的 OS 主镜头，首期的 IMX890， 搭配4800万的超广角，以及3200万的2倍光学长焦，以小折叠来说非常奢华了。并且在对料的同时，这2只也都有哈苏的联名，2台都有这个超级销魂的快门声。你也可以开启哈苏的浮水印，整个质感瞬间就上来。
并且还蛮有诚意的，两台的超广角都支援微距拍摄。不过在录影部分，两款就稍有差别了。先说 Find N3， 3颗镜头都可以达到 4K 60的录影规格，不过一次只能选一颗镜头，无法连续切换，要降到 4K 30才可以连续切。而 N3 Flip 这边全部3颗镜头都只支援 4K 30录影，无法做到 4K 60，这点稍微可惜。接着我就不废话，以下提供日夜拍样张以及一些 4K 录影样片让大家参考。到了总结，整体来说 ，Find N3 虽然跟过往的 N 和 N2 在设计逻辑上完全不同，突然变成了一只大折叠，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想做一款规格堆满的折叠，那就是只能往大折做，才有机会把硬体都塞进去。所以这代很明显可以看到 OPPO 的目的就是够强的规格，加上够轻薄的设计，尽可能取最大公约数。所以像是防水、无线充电这些都不是这次的发力点，但防水折叠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期待明年再加上啦。不过在规格塞满的同时 ，Find N3 也的确变大变宽了许多，所以要入手的朋友，我还是会建议到实体店去摸一摸，因为外萤幕稍微偏大，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单手操作。但是如果你的手够大，恭喜你，这就是一支在国际市场上你能找到在各方面都堆料的新选择。很浅的折痕，配套的体验，更轻但更大的萤幕，以及规格强的镜组，都是新气象。但要说期望的话，我觉得还是软体。这可能是 OPPO 想要往国际折叠市场中崭露头角不得不投入的项目，原因是唯有好用的软体配套，才能真正让强大的折叠硬体发挥可能。目前感觉还少了一套自己的折叠生态。1年前我们说着期待 OPPO 加入国际大折市场，而现在我要正式的欢迎 OPPO 大折，也给 OPPO 一个 respect。终于啊！好了，节目来到了尾声，这次可以实测的时间真的比较有限，所以只能专注在重点上测，但也尽可能把所有数据都测完了。感谢邦尼团队所有新鲜的肝啊，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数据实测节目，现在就订阅邦尼支持我们，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啊！当然，也欢迎透过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或是加入频道会员，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好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邦尼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